壞人常常慈眉善目。鍾祖康。在歐洲、拉丁美洲，特別是伊斯蘭世界，反美情緒高漲，歐洲人則普遍對蘇聯沒有好感。蘇聯的前衛星國更是把蘇聯視為喜怒無常的無賴，唯獨中國可以在這些地方左右逢源。即使中國統治之暴虐和獨裁與歐洲的開放大不相同，即使中國征服東土耳其斯坦維吾爾王國，並極其露骨狂妄挑釁地稱之為新侵占之疆土，也就是新疆，即使中國曾膽敢冒得罪全球回教徒之大險，公然迫害和種族清洗當地上千萬的回教徒，長期鎮壓當地回民的復國運動，單單想到這是一個連伊斯蘭世界都無奈之何的無神論兼反回教國家，就可知其絕非一般善類，絕不是美國等大老粗可望其項背的。極度荒唐，不易批判。對於中國得以長期多行不義卻不被追究的問題，筆者過去已經少作論述。比如中國人的惡行之荒唐，完全超越文明人的想象程度，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中國人的胡攪蠻纏、言不由衷，也是必不可缺的成功因素。也許有人覺得我在插科打諢、挖苦中國，但要批判一個極度荒唐的事物，若要言必及義，批判本身每每也免不了看起來有幾分荒唐的。中國研究泰斗白鹿旬教授借其兒时在中國的14年成長經歷及其過人的覺悟力，對中國問題目光如炬，但他的中國見解卻被傳統學界斥為武斷荒唐，而曾遭長期排擠。當時1968年，白鹿旬教授出版其大作《中國政治的精神》，獨排眾議之時，簡直被視為怪物。無數對中國含情脈脈的中國通群起而攻，比如詹納爾教授就在著名的嚴肅的劍橋大學學刊《現代亞洲研究》的書評中斥責白鹿旬教授荒唐，並警告此書誤人，後果堪虞，承盼各方莫以權威待之。但經過文革以後，無數悲劇鬧劇的考驗後，含情脈脈的中國通們無不五經掃地，聲名盡喪，唯獨白鹿旬等一些荒唐誤人的中國專家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決然從理。這一口冤氣，白鹿旬在該書1992年再版時也詳細交代過。詹納爾教授直到8964大屠殺時才警覺過來，極其痛心疾首地寫出《歷史的枷鎖》一書，稱對當前中國的困局感到絕望，下筆幾乎比白鹿旬更悲觀，並開始思考殖民統治對打破中國千年僵化傳統的必要性。但真正了解中國的人，哪裡要等到64大屠殺才覺醒，才痛心疾首呢？其實在文革鬧劇上演之前，已經不應該抱有幻想。難怪那些要等到64大屠殺才覺醒的人，當中不少隔不多久便又再一次以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重投中共的懷抱。看看赛珍珠在其自傳裡關於他怎樣在1930年代末就看到中國大勢已去，必將步蘇聯後塵，而難捨難離地離開摯愛的生活了40年的中國，就知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而赛珍珠到臨死前曾央求周恩來御准還鄉遊，也被嚴拒，抱憾而終。惡行荒誕，使者不敢聽信。與中國比較，美蘇的惡行無疑是可用文明人的想象力理解的。比如美國被指經濟壓榨第三世界，搞大美國主義，又或證據確鑿的尼加拉瓜醜聞，但這些惡行以常人的智力即可了解。蘇聯國內侵犯人權，國外肆意攻城略地，其惡也是不解可明。但中國的土爐煉鋼，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大饑荒肆虐之時，政府卻倍增糧食出口。文革的盲豆，政府以坦克碾人，而不是假彈或實彈驅趕示威群眾，愛滋成村，自生自滅。而報道疫情更屬泄露國家機密，民眾可以在飯店品嘗任何生物，包括女嬰屍體。中國這些惡由於太過荒唐，超乎文明人的想象，心智正常的人是不容易听信的。這是中國政府或中國人在國際形象上一個從來都受到忽視的絕大優勢。其次，事後胡攪蠻纏，言不由衷，百般文飾，故弄玄虛，
也是中國政府跟美蘇政府一個極不相同之處。洋人行惡始終是赤裸裸的居多，比如希特勒以毒氣室殺人的做法，也只會在西方出現，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中國的屠殺方式要麼極其隱蔽，要麼用盡方法增加死者的痛苦，哪會用毒氣室那樣便宜受刑人？當然事後也拼死隱瞞。所以常人或歷史學家了解洋人的屠殺虐殺事件更容易，了解中國的屠殺虐殺事件極難。政治修辭绝妙天下，中國人篤信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政治修辭之精妙，也不是美蘇等後進可以臨摹。譬如殺人掠地，不是殖民，也不是開拓，當然也不是擴張，而是通，是征東征西，文化責備，聲威德澤，恩澤，威震，聲教，聖化，風吹草偃，甚至是將一族一國當掃垃圾一樣的羅通掃北。與此相比，日本說進出而不是德澤中國，或者通華掃西之類，就顯得自制笨拙的可愛。中國人的政治或軍事修辭本事，或可用乾隆皇帝十全武功的筆法為樣板。我平定准噶爾算2次，平定回部算1次，2次征服金川算2次，平定台灣算1次，降服緬甸1次，越南1次，再加上如今2次使尼泊爾歸降，共計10次大功。這還沒有把國內發生的3次叛亂算進去，因為那些小規模的叛亂根本不值得列入我的戰功。又如將奴役說成是解放，將人為大饑荒說成3年自然災害或3年困難時期，將文化大催命說成是文化大革命，將勤典說成是等額選舉或特首選舉，將集權集團說成是共和國，將愛黨說成是愛國，將黨情說成是國情，將治水無方說成是百年不遇的特大爆紅，將人奴並居說成是一國兩制，甚至是當成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構想。試問世界上有哪一個政權會花那麼多人力物力這樣大搞特搞政治修辭，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中國另一個甚為奏效的伎倆是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翻舊賬，敲竹槓。正如白鹿旬教授說，世界上曾被列強欺凌得更慘的國家比比皆是，起碼中國從來也至多是一小部分領土淪為殖民或半殖民地，而且中國自己也在這些殖民統治中蒙毅不淺。但世界上從沒有一個曾受欺凌的國家好像中國那樣長期呼天搶地，捶胸頓足，翻陳年歷史舊賬。白鹿旬教授封之為哭鬧小兒，中國是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靠日本侵華奪權，現在死纏日本侵華歷史不放，當然不是什麼討回歷史公道，而只為賴以養命的民族主義送養和向日本每年的巨量援助敲竹槓。自1979年至今，日本政府已經對華提供開發援助約3萬億日元之巨。從這角度看，日本侵華不但讓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也帶來巨額財富。加上近年越來越多歷史研究，比如滿洲的神話、現代中國的愛國抗日與勾結，或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勾結1932到1945之類，一再揭示日本侵華期間與之勾結的中國人甚眾，甚而編造抗日神話等等。中國死纏日本侵華的歷史不僅顯得有點幼稚，更給人有貪得無厭之感，也有如一個失婚女人老抓住前夫陳年舊事來長期敲詐勒索一般。但較此更加哭鬧的是，中國至今還是翻來覆去重提英國賣鴉片的歷史，將中國全民吸毒的責任全推到英國人身上。李圭在其詳加考證的鴉片事略中指出，這裡說明一下，鴉片最初稱鴉片就是優雅的雅，這樣的廣告效果大抵與香煙相同。中國人將鴉片這種直到明朝還屬於止瀉藥的藥品當飯吃，純乃中國人獨創。竹土成膏，香燭成管，是中國人的專利發明。就如菜刀原本是用來切菜的，卻有人發明拿來砍人一樣。當然操刀砍人或許有之，不足為奇，
但要是全民都在揮舞菜刀自殘互砍，不是拿来切菜，而且越近越砍得起劲兒。又如煤炭本來是用來燒烤取暖的，卻有成千上萬的人拿來吸取二氧化碳了斷殘生。又如天拿水，也就是稀釋溶液，原是用於工業生產，卻有青年蜂擁吸食，以求快感和幻覺。到底問題在產品的供應商，還是這個社會已經有大病？我看後者的原因起碼佔了一半。對此，周作人已經一語道破：中國人富的閒的無聊，窮的苦的不堪，都以麻醉消遣。而中國人之中，對此分析最為深刻的，還屬國學大師王國維。他說，此事雖非與知識道德絕不相關，然其最終之原因，則由於國民之無希望無慰藉。自國家之方面言之，必其政治之不修也，教育之不復給也；自國民之方面言之，必其苦痛及空虛之感深於他國之民，而除鴉片外，別無所以慰藉之術也。苟不去此原因，雖則盡分21省之罂粟種，研度印度南洋之輸入品，吾知我國民必求所以代鴉片之物，而其害與鴉片無異，則不可決也。也請注意，留學日英研究邏輯學，是梁漱溟青年時代傾慕的人物之一的張世钊教授是吸食鴉片的。學貫中西兼剃度出家的蘇曼殊也是吸食鴉片的。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大家以進化論向中國人警以優勝劣敗的嚴復也是吸食鴉片的。你會相信這些案例是最有知識最清醒的中國精英也會為鴉片販子所迷惑？中國人胡天胡地2000年，到清朝實在已經苦悶無聊，愁苦到末路狂奔，深化嫖賭飲蕩吹，借以苟活是必然發展。千萬種正氣洋貨不要，獨愛鴉片絕非偶然。但中國卻將全民濫用藥物的責任往外推得一乾二淨。當然，更對近年學術界發現的延安革命政權以種植鴉片資助反政府活動的歷史絕口不提。唯其如是，還是沒完沒了地在捶胸頓足、哭哭啼啼，以奠定國際大苦主的有力形象，實在也只有中國人才做得出來。原載於2004年4月《開放》雜誌。